下面编织前片同样分为下摆、身体、胸片和领肩4个区域，从下往上依次编织各个区域。先来编织下摆，方法与后片相同，采用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，之后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花样。只是最后一行时需要进行加针，则往下我演示一下最后一行的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这一行需要编织下针和加针，不同尺码加针规律和针数稍有不同，我这里针数和加针数随意，大家也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参考对应图纸进行编织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相反针法。开始先编织对应数量的上针，织到图解需要加针的位置后，往下织一针扭加针，这里调2针之间下方横着的这根度线，将其挑起挂在左半针上，然后挑后方的一根线入针，像这样穿入线圈，织一针上针，完成后这里就加出了一针，这就是扭加针。因为在反面编织，这里编织的是上针扭加针，后面继续织对应数量的上针，然后织一针扭加针，后面继续编织对应数量的上针和上针扭加针即可。织完最后一针，此时下摆最后一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，同时下摆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往下编织身体，从身体开始需要编织花纹。首先织第一行，这一行除了用到上下针，还用到了下针扭针。开始先参考图纸织到下针扭针的位置，我继续用小样做演示。同时我的针法位置和针数随意。往下我已经织到了对应位置，接着编织一针下针扭针，棒针穿入线圈后方，挑起后方的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完成下针扭针。后面继续参考图纸编织对应的上下针，直到下一个下针扭针的位置。
我这里到了对应位置，我再演示一次下针扭针，穿入线圈，从后方挑起线圈后方的线，织一针下针，完成下针扭针。往后剩余大家继续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织完最后一针，此时第一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之后编织第二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遇到下针符号织上针，遇到上针符号织下针，遇到下针扭针符号对应编织上针扭针。开始先参考图纸，知道扭针的位置，然后织上针扭针，从后方穿入线圈里，织一针上针，完成上针扭针。后面遇到扭针的位置，就按这样的方法编织，其余位置对应编织上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即可。织完最后一针，此时第二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后面的第3到4行重复前2行的方法继续编织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织第5行，这一行用到一个新针法，右上3针交叉针，先参考图纸编织到交叉针的位置前。我想让这里织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编织右上3针交叉针，先用右半针在后方穿过后3个线圈，注意是穿到线圈里面，然后放开这6个线圈，再将前3个线圈穿回左半针上，然后右半针的线圈移到左半针上。此时交换好了线圈，往下挑这6个线圈一一对应织下针。完成了，右上3针交叉针，可以看到右侧的3针压在了左侧3针的上方。往后继续编织对应的上针和下针扭针，直到下一个右上3针交叉针位置前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对应编织右上3针交叉针，先交换线圈位置。
然后对应至下针。完成右上3针交叉针，剩余大家继续参考图纸编织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5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往后剩余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前面，结合图纸继续编织，将剩余织完即可。此时身体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往下编织胸片区，这里腋下同样需要收针，之后部分行首尾需要减针。用到了4个新的减针针法，下针右上2针并1针，上针右上2针并1针，下针左上2针并1针和下针右上2针并1针。这里腋下收针的方法与后片的腋下收针相同，只是这里需要编织花样。收针位置遇到在正面时，就编织下针边收针；反面时编织上针边收针。往下分别演示用到的4个新针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参考图纸编织。请看演示：下针右上2针并1针，简称下针右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右针先以下针的方法挑下左侧1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接着用左针挑起不织的1针，盖过左侧1针并挑下。下针右上并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，右侧线圈在左侧线圈的上方。先学习下针左上2针并1针，简称下针左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右针从左往右同时穿过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左上并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，左侧线圈在右侧线圈上方，上针右上2针并1针，简称上针右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先将左侧2个线圈交换位置，也就是先依次挑到右针上，然后将左针从前方挑起右侧1针，捏住底部，右针放开线圈，再穿回左侧1针。这样位置就交换好了。接着右针从右往左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上针右上并针完成。可以发现，此时右侧的线圈在上方，我再演示一次。先交换左针上这2个线圈的位置，
然后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上针右上并针的编织方法。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简称上针左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右针从右往左同时穿入左针的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上针左上并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左侧线圈在上方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右针同时穿入左针的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。这个就是上针左上并针的编织方法。此时胸片区域就讲解完了。最后编织领肩区域，开始需要先进行领口收针，这里方法与腋窝收针相似。之后部分行需要进行减针，这里领口会分成左右单独编织，先接着之前的线编织一侧，然后重新接线编织另一侧。每侧的最后几行都要引反编织，形成斜肩。这里编织过程中，左侧肩部的最后一行，除了需要进行引反的消行编织，还需要进行减针。注意，我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的左右来区分。往下我演示一下左侧肩部最后一行的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开始先参考图纸编织到减针的位置，我小样的针数和位置随意。到了对应位置，这里图解是下针左上2针并1针。由于最后一行在反面编织，这里需要编织上针左上2针并1针。对应编织完成后，往下图解会有一个灰色的格子，表示没有针法，跳过，从后面1针开始编织。编织过程中遇到减针位置是在引反编织的线圈位置时，把引反的2个线圈看作一个线圈对应编织即可。比如我小样这里往下需要将这2针进行并针，同样减针都是织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同时穿过对应的2针的线圈，然后进行编织。后面继续对应编织。织完后，往下需要将前后片肩部进行连接，这里就是将前后片的线圈合并收针即可。往下我提供一个合并收针的方法供大家参考，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和编织习惯收针，请看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
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两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两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完成后，此时左侧领肩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之后重新接线，收掉领口的部分针数，然后继续编织右侧的领肩。领口一侧同样需要收针和减针，最后几行肩部领反编织。这里最后一行时需要减针，同样是在反面编织。图解是下针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实际编织上针右上两针并一针即可。织完后，将前后片的线圈合并收针，完成肩部的连接。大家参考图纸，结合之前的演示，将右侧领肩完成即可。此时领肩区域就讲解完了，同时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这里完成后肩部都连接到了一起。
下面继续将前后片的下摆和身体区域进行连接。这里采用行与行连接的方法进行缝合，从下摆的第一行一直缝到身体的最后一行腋窝收针的下方位置。往下演示一下行与行连接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连接。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滑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
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2个织片上，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2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此时前后片的连接部分就全部完成了。下面编织袖子分为袖边、袖身和袖梢3个区域。袖边方法与后片下摆完全相同，上下针交替起针后编织当螺纹花样。袖身编织的过程中，部分位置需要加针，采用下针扭加针的方法进行加针。之后袖梢方法与后片的胸片区域相似，开始先按照腋下收针的方法收几针，之后剩余部分行需要进行减针，全部完成后进行扶针收针。这里出现了新的针法，下针扭加针，以及最后的收针方法，则往下分别演示一下新针法和新方法，大家先学习，之后再对照图纸编织，请看演示。我们通常说的扭加针，就是指下针的扭加针。织扭加针前可以看一下，2针之间有这样的一根横向度线，
编织时有2种方法可以选择。第一种，将左针从前往后挑起这根肚线，然后将右针从这个线圈的后方穿入，织一个下针即可。我再演示一次。从前往后挑起横向肚线，从后方穿入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第二种，将左针从后往前挑起这根肚线，然后将右针从这个线圈的前方穿入，织一个下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左针从后往前挑起横向肚线，右针从前往后穿入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可以发现这2种情况编织的扭夹针下方线圈交叉的方向刚好相反。由于加出的一针较紧，因此纹理不是很明显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选用。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1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
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此时袖子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往下进行连接与安装，先将袖边以及袖身的首尾按照行与行连接的方法缝合连接，之后将袖梢安装到前后片的袖洞位置。这里袖身连接的结尾与身体连接处对应，袖梢的居中与肩部连接处对应。之后部分位置采用行与行连接的方法进行缝合连接，袖梢收针的位置采用针与行连接的方法缝合。之后部分位置继续采用行与行连接的方法缝合。则往下演示一下针与行缝合的方法，大家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此时袖子的连接与安装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个袖子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。最后编织领边，开始先沿着领口位置挑针，之后绕圈编织扭单螺纹花样，也就是一针下针扭针，一针上针交替编织的花样。织完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这里花样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则往下分别演示一下第一圈挑针的方法以及最后收针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先挑织第一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。我们从后片开始挑针，可以发现后片一般分为3段，2个侧边以及中间部分。
挑之前可以先根据图纸上的要求，将后片总的挑针数分配到这3段。通常中间都是一一对应挑针，剩下的针数均匀分到2个侧边即可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后片挑21针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，这11针通常就是中间浮针收针的针数，剩下的在2个侧边分别均匀挑5针即可。挑针的这一圈全部织下针，对于这样的侧边，就是挑边缘的几根线，注意要大致均匀。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演示，方便观看。侧边挑好后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。完成后，这个侧边继续均匀挑5针。完成后，到了前片位置，将前片总的挑针数同样分配到这3段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前片挑39针，中间这里我收了7针，因此两边各挑16针，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全部挑好后，核对针数，然后将它们均匀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这样，第一圈挑针就讲完了。全部织完后，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
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。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；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。固定线圈，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这样单螺纹收针就完成了。此时领边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